欢迎收听华瑞投影观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想换工作或找人才时，出现在荧幕另一端的可能不再是热情的猎头顾问，而是一个智商超群的 AI 招聘代理。在过去，猎头和人力派遣被认为是极度依赖人际沟通、最不可能被科技取代的黄金行业。中介机构靠着帮企业媒合人才，每年赚取高昂的佣金差价。然而，高盛证券在最新发布的全球科技与产业利润池深度报告中，却抛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酷预言：一场由 AI 招募代理发动的去中介化海啸，正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席卷全球人资市场，甚至将直接压缩并重组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猎头利润版图。这项变革不仅让传统人力资源龙头罗伯特哈夫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更迫使整个就业中介市场进行一场硬核的利润大洗牌。为什么最需要人情味的招聘行业，反而成为 AI 科技巨头眼中的第一块肥肉？那些掌握我们求职密码的传统猎头，又该如何在这场科技风暴中自救？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带你快速拆解。高盛指出，随着全球科技巨头的 AI 资本支出在预期的2027年疯狂逼近惊人的1兆欧元，市场与投资人开始强烈要求必须在实体经济中看到这些天量投资所转化出来的实质利润。为此，高盛选择将人力资源与招聘派遣行业作为最典型的量化案例，来展示 AI 如何将企业的支出从传统由人力驱动的中介服务强制重新分配到高效的技术平台上。高盛的核心观点是， AI 的引入正在从需求端对招聘规模进行无情压缩，这将直接压榨传统纯靠数量驱动的低端派遣与猎头毛利。在这种背景下，高盛对具备高阶人才咨询防御力的科恩费里以及积极转型的线上撮合平台飞佛、阿普沃克给予了极具建设性的评价。相反的，对于高度暴显于常规会计与科技派遣、缺乏技术壁垒的人资巨头罗伯特哈夫，则发出了严厉的风险警示。我们来细细拆解高盛做出这项冷静判断的底层数据与商业逻辑。首先是 AI 压缩需求端的3大传统利润池。高盛指出，随着 AI 代理自动化基础岗位，企业招聘萎缩将直接冲击410亿美元的正式工、100亿美元的临时工以及120亿美元的自由职业利润池。华瑞认为，传统渠道的利润池正面临大面积前合，迫使资金向新生代转移。其次是资金转向380亿美元招募工作流。高盛指出，履历搜寻虽被 AI 商品化，但企业支出正向后端的精准匹配与结果交付转移，催生了380亿美元的招聘工作流自动化以及170亿美元的线上智能撮合机会。华瑞认为，未来利润将由能进行多维验证、直接对招聘结果负责的技术平台所霸占。最后是高阶咨询与低端派遣的防御力分化。高盛看好科恩费里，因其高阶高管猎头与组织咨询业务涉及复杂的人性与信任博弈，是 AI 无法替代的禁区。然而，像罗伯特哈夫高度依赖常规的中低端合同工派遣，工作极易被 AI 替代，其高昂的中介溢价将成为被解约的首要目标。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低估了 AI 代理对中小型企业预算的降维红利。过去，中小企业无力负担高达年薪20%至30%的昂贵猎头佣金，而在 AI 降低面试筛选成本10倍后，这部分预算将直接涌向飞佛、阿普沃克等低成本线上撮合平台，推动资金从人工重中介向平台轻撮合大跨步漂移。面对 AI 招聘代理强占猎头利润与人资龙头面临危机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与职业规划的重新定位？华瑞认为，应关注2个核心观察维度。第一，果断规避缺乏技术底层、纯赚取中低端人力差价的传统派遣龙头，防范其毛利非线性萎缩。第二，配置应积极向具备工作流整合与高壁垒资权属性的龙头倾斜。我们应将企业 AI 招聘软件开支增速、派遣龙头毛利率变化与平台用户粘性作为最核心的流线指标。总结来说，高盛报告揭示了 AI 对传统人力中介利润池的无情解构，410亿正式工利润池的重新分配与380亿招聘工作流机会的崛起，证实了人资市场的旧秩序正在被彻底粉碎。在这场由 AI 代理主导的效率革命中，学会看穿名目数据的恐慌，
读懂高阶咨询与平台撮合背后的生态壁垒，才能在动荡的科技重组潮中做好最理性的思考与布局。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